我在海参崴电报局做了12年译电员。电报局在斯维特兰斯卡亚大街中段，一栋灰色石头建筑的1楼、2楼室。港务局的办公室3楼住着几个单身。海军军官楼顶有一根高高的天线杆，整座城市的电波都从这根杆子下面经过。我的工作是把电码译成文字，把文字译成电码，每天8小时，每周6天。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支削得极尖的铅笔，笔尖在纸上划出的声音像一只昆虫在干枯的树叶上爬行。12年间，我经手了大约10万封电报。10万封电报的内容，从出生讣告到粮价波动，从军舰调动到情侣约会，从圣彼得堡的政治命令到赤塔一家杂货店的订货单，所有这些信息都从我的手指间流过，再通过电线送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没有人记得译电员的名字，但译电员记得一切。我叫康斯坦丁·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洛夫萨拉托夫人。我在海参崴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我在电报局12年的工龄里请过2次假，每次都是因为发高烧，不是因为我勤快，是因为我不知道请假了去哪里。我是怎么来到海参崴的？这件事说起来并不复杂。1902年，我从萨拉托夫的一所职业学校毕业，学的是电报技术。那时候，全俄国的铁路正在大扩张，西伯利亚大铁路刚通车不久，远东沿线需要大量的电报员，招聘广告贴在职业学校的布告栏上，写着月薪40卢布包，住宿来往，路费报销。我报名的原因很简单，萨拉托夫没有我需要的工作。我坐了11天的火车，从萨拉托夫到了海参崴。火车穿过乌拉尔山的时候，我在车窗边看到了一棵被雷劈断的松树，树干从中间裂开，白色的木茬向外翻着，像一个被撕开的伤口。我看了那棵树很久。火车继续向东，那棵树消失在车后。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个城市待12年。我更没有想到的是，那12年间，海参崴的变化比萨拉托夫过去100年的变化还要大。1905年秋天，我从电报局窗口看到了回国的士兵，他们是日俄战争的幸存者，从奉天河旅顺方向回来的，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俄国士兵，坐着一列又一列货车到达海参崴。那些火车到达的时候，站台上没有人欢迎，没有乐队，没有旗帜，只有接兵的军官和一群等着看热闹的朝鲜小孩。士兵们从车厢里跳下来，穿着破烂的军大衣，有些人没有靴子，用破布裹着脚，他们的脸是灰色的，和西伯利亚冬天的天空一样灰。我在窗口看了几列这样的列车，然后回到了电报机前继续译电。那天下午，我译了一封从圣彼得堡发往远东总督署的电报，上面写着：根据普茨茅斯河约，俄国将辽东半岛租界地及南满铁路转让于日本。这封电报有37个字，我译了大约4分钟。我把它誊写到正式电报单上，然后送到了隔壁的机要室。走出机要室的时候，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11月的海风从窗口灌进来，带着咸味和煤烟味。海参崴的港口就在几百米外，那些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正在港口附近的军营里排队领取新军装和半块黑列巴。他们不知道这封电报的内容，我知道，但我不能说。这就是译电员的工作，你总是最先知道，但你必须假装什么都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坐在值班室里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电报机在角落里安静地待着，房间里只剩下墙上的钟在滴答滴答地走。我端着那杯凉茶坐了很久，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累。那种累不是身体的累，是不管你知道多少，这座城市都不需要你知道的累。1906年到1907年，海参崴县入了一种缓慢的萧条。
战争结束了，但战争的后遗症还在。港口停泊的战列舰少了，一半曾经停满日本商船和英国货轮的码头空出了，好几个泊位装卸工人们蹲在码头上抽烟，等着下一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的船。街上出现了更多的失业者，俄国工人、中国苦力、朝鲜农民，3个人，3种语言，但同一种表情，饥饿。电报局的业务量下降了1/3，国际电报减少的更多，因为海参崴不再是太平洋上的重要中转港了，船不来了，电报自然也就少了。我开始有大把的时间坐在窗口看街上的行人。以前我总是在低头译电，没有时间抬头看窗外海参崴长什么样。我是在那段萧条时期才真正认识着做城市的它，比我在电报中读到的海参崴安静得多，也破败得多。圣诞节那天，我路过海军教堂门口，有人在卖热红酒，我买了一杯，站在那里喝。一个人，教堂的门开着，里面在做弥撒，烛光从门缝里露出来，照在雪地上，像一条绒画的金线。有2个穿着旧军装的退伍士兵站在教堂门口，没有进去。他们听着里面唱诗般的声音，手里拿着帽子。我喝完那杯红酒，把杯子放在教堂门口的台阶上，转身往回走。那天晚上，我在电报机上收到了一封从莫斯科发来的新年问候电报，发报人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名字，收报人也是我不认识的名字。电报内容只有1行字：新年快乐，原谅我不能回家。我把这封电报一好誊写在单子上，然后发出去。我不知道那个人最终有没有收到这封电报，但我替他把那7个字传出去了。在距离莫斯科7000俄里的海参崴，这大概是唯一一件我能做的事。1908年春天，海参崴港口来了一艘从敖德萨出发的客轮，船上载着大约500名移民，他们是从俄国欧洲部分来的农民，被政府鼓励迁移到远东，免费发放土地，每家每户50俄亩荒地。这些移民站在甲板上，看着海参崴港口的灰色建筑和远处的山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穿着家乡的衣服，女人的头巾，男人的毡靴在3月潮湿的海风中格外单薄。我在码头上替电报局接一个从船上卸下来的邮政袋，一个年轻女人走过来问我去移民局的办公室怎么走。我给她指了路，她到了卸，然后走回人群中。她大约25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身后背着一个几乎和她一样高的行李袋。她的丈夫站在不远处，怀里抱着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他们将从这里坐火车向北深入乌苏里地区的原始森林，从零开始开垦土地，种植小麦，建造房屋，在异乡的森林中重建他们被贫穷和人口压垮的家乡。我看着他们的背影穿过码头上了岸。那一年，远东来了大约2万名移民，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在那片森林里真正活了下来，但我知道如果没有他们，这座城市会更冷。1910年冬天，电报局换了一台新的电报机，旧的莫尔斯电报机被一台休斯电报机替换了，新机器的打字键盘比旧机器的按键灵敏得多，发报员不需要再用手指敲击电键，只需要像打字一样按下键盘，信号就会自动传输。我第一次用那台新机器的时候，按了一个键，机器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声，和旧机器的咔嗒声完全不同，像一声金属的叹息。我开始习惯这台新机器，就像我习惯了海参崴越来越多的日本商人和越来越少的俄国军舰。1911年，我有了一个邻居，他叫费奥多尔，一个从赤塔来的铁路工人，比我大几岁，在机车维修厂做钳工。他租了我隔壁的房间，我们共用走廊尽头的一个煤炉和一张歪腿的桌子。费奥多尔不识字，但他能
通过声音判断一台蒸汽机车的故障出在哪里。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译电员。他想了想说，那你就是听电报声音的和我听机器的声音差不多。我说差不多。他点了点头，算是接受了这个解释。费奥多尔在下班后喜欢喝酒，但他喝的不多，一瓶伏特加能喝2个星期。他喝酒的时候不闹不吵，只是坐在那张歪腿桌子前，用一把小刀削桦树皮。他把桦树皮削成薄薄的一片，然后用炭笔在上面画锅炉的剖面图。他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设计一台不需要烧煤的火车。我说那用什么动力？他说不知道，但火车不可能永远烧煤，总有一天会烧完的。1912年4月，勒拿河金矿惨案的消息传到海参崴的那天，我正在一封从伊尔库茨克发往圣彼得堡的电报。电报内容很长，准确的说是政府军向罢工的金矿工人开枪，死亡200余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封电报在我手上停留了大约5秒钟，然后我把它译好发出去了。那天晚上，费奥多尔敲我的门，他没有带酒，他坐下来说了一句：“那些矿工是我老家那边的。”他没有说更多的话。我们2个人坐在那盏煤油灯的两侧，沉默了很久。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海参崴的冰面下有什么东西正在融化，不是春天到来那种融化，是另一种融化。1911年的某一天，我在译电时无意中看到了一个词：罢工。那封电报不是发给海参崴的，发报地址是圣彼得堡，收报地址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务局。内容非常简单：彼得堡的普提洛夫工厂工人罢工，请关注远东个港口是否有声援动向。我用铅笔把那个词圈了出来，然后继续译完后面的内容。那天晚上我在值班室里坐了很久，这个词在我手上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每一次都和我无关。罢工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在顿巴斯，在乌克兰，在波兰，但从来没有在海参崴。海参崴太远了，罢工的消息从西边传到这里的时候，往往已经结束了。但那天晚上我盯着那封已经发出去了的电报副本，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一次不一样。那种感觉不是从电报内容里读出来的，是一种从空气里渗透进来的东西，像暴风雨前的气压变化。你还没有看到闪电，但你的皮肤已经感觉到了。1912年春天，我在电报局门口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大约20岁，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旧军大衣，大衣的下摆拖到了膝盖以下。他站在电报局门口犹豫了很久，不敢进来。我经过的时候问他：“你有什么事吗？”他说他哥哥在日俄战争中阵亡了，他想来查一下有没有他哥哥最后发回家的电报记录。我说那已经是7年前的事了，记录可能已经不在了。他说他知道，但他还是想试试。我把他带进了档案室。档案室在地下室一层，一排排木架子上堆满了过去10几年积存下来的电报底单纸，已经发黄，边缘卷曲，霉味大的呛人。我在其中一排架子的最底层翻出了一个标注着1904、1905的纸箱，打开，这里面大约有几百张底单。我蹲在地上翻了将近1个小时，我找到了，那是一张很短的私发电报，日期是1904年10月14日，从旅顺口发往海参崴，收报人的名字和面前这个年轻人一样，发报人的名字和他的哥哥一样。电报内容只有9个字：妈，我活着，等我回来。年轻人拿着那张发黄的底单，站在地下室的昏黄灯光下看了很久。他没有哭，他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纸折叠好，放进了他军大衣的内侧口袋里。他对我鞠了一躬，然后转身上了台阶。我站在地下室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道转角处。那天晚上，我在值班日志上写了几个字：有人来过。1912年秋天，海参崴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集会。
不是罢工，是一个抗议集会，原因是一家日本商社拖欠了中国码头工人的工资，拖欠了3个月，工人去要了，几次都被日本人赶了出来。俄国警察不管，因为日本人有治外法权，中国工人去法院告，法院不受理，于是大约300个中国码头工人加上几十个俄国失业工人和几个来看热闹的朝鲜渔民聚集在码头区的空地上，他们用3种语言轮流喊话，内容大致相同：我们要吃饭。那是我在远东看到的最接近罢工的东西，没有领袖，没有口号，没有传单，只有一群饿着肚子的人站在一起，他们甚至没有统一的诉求，中文喊的是发工资，俄文喊的是朝鲜文喊的大概也是类似的东西，我听不懂，但语气是一样的。第二天，日本商社付了1半的工资，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是因为海参崴的日本领事馆给他们打了一个电话，说不要在一个已经输了战争的国家里制造更多麻烦。那场集会就这样结束了，平静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我知道有一件事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发生了变化。以前人饿了是忍着，现在是站在一起喊出来。我不知道这种变化是好是坏，但我在电报机前坐得越久，越觉得那些在纸带上跳动的点和线不仅仅是信息，他们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试图被听见的声音。1913年夏天，海参崴的港口来了第一艘从新大陆来的美国邮轮，船上有100多个从旧金山和西雅图上船的美国游客，他们不是移民，是来远东旅行的有钱人。他们在海参崴待了3天，住在新开的欧洲旅馆里，买了毛皮和刺绣，然后坐火车去了哈尔滨。我在电报局收到了一封从纽约发到海参崴的电报，收报人是那家欧洲旅馆，内容很简单，请为携夫人保留带海景窗户的双人套房，6月14日至6月17日。我把这封电报译好递出去的时候，想到了一个问题：海参崴是哪一年开始有海景套房？和一个来自美国的客人问起，他的答案是从那一年开始的。我意识到战争后的萧条正在慢慢消退，不是因为俄国变强了，是因为这座城市开始被远方的人注意到了一个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信号。1913年冬天，我第一次注意到电报局局长看我的眼神有些不同。他姓扎伊采夫，一个50多岁的秃顶男人，在电报局工作了30年。他把我叫进办公室，关上门，用一种比我记忆中都低的音量说了一句话：康斯坦丁格里戈里耶维奇，从下个月开始，所有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发往远东的电报，除了商用和私用以外，都需要留一份副本存档。我说存档本来就是存档的。他说不是存档在机钥室的存档架上，是存档在一个只有几个人知道的地方。他看了我一眼，没有继续说，但我的铅笔已经在纸上画出了一个词 censorship 审查。这个词我没有写进任何一封电报里，但我从那天起开始留意每一封经过我手的官方电报的内容。在抄写副本的时候，我强迫自己不去读他们的内容，但我的眼睛不受控制，那些词自己跳进我的视线里。社会民主工党地下印刷所逮捕关闭，罢工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罢工，敖德萨罢工，第比利斯罢工，基辅铁路工人罢工。1914年夏天，海参崴的气温比往年都高，7月份连续17天没有下雨，港口的石板路被晒得发烫，空气里弥漫着干燥的灰尘味和海水蒸发后的咸腥味。7月28日那天下午，我正在一封从哈尔滨发往东京的商业电报，电报内容是某批大豆的价格和装船日期。我译完之后，在搁笔的瞬间，听到隔壁房间里传出一声清脆的铃声，那是另一台电报机在响。我走过去看了一眼，电报纸带上跳动着一串我还
没有完全习惯的新修斯电机的打字，但从开头几个字我已经知道这不是一封普通的电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我站在那台机器前，看着纸带继续响，外吐后面的内容一个字一个字的出。现在纸带上像一列正在接近的火车，从远处传来的汽笛声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德国向俄国宣战，法国总动员，英国向德国宣战。那一天，我站在电报机前看了很久，纸带垂到地上堆成了一小堆，我没有去捡。我知道战争来了，不是日俄战争呐，种在别人领土上打的战争，这次是在家门口，在乌克兰，在白俄罗斯，在波兰，在普鲁士，在整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战线上打。海参崴距离那些地方有8000俄里，但电报只需要几秒钟，那几秒钟已经把整座城市从和平推入了战争。7月31日，港口所有的商船被征用为军用运输船。8月3日，第一批预备役军人收到了归队通知。8月10日，从海参崴开出了第一列运兵列车，车厢上贴着红十字符号，里面装着药品、绷带和医疗器械，还有满满一车厢的年轻士兵。他们靠在车窗边望着外面站台上送行的家人和恋人。我在电报局窗口看到了最后一节车厢消失在远处那道被削平的山坡后面，然后铁轨上空了。1915年，海参崴的港口没有冷下来，反而更忙了，因为俄国在欧洲战场的港口被德国封锁了，黑海出不去，波罗的海被封住，阿尔汉格尔斯克1年有大半年，结冰海参崴成了俄国与协约国之间最繁忙的物资通道。美国造的机车、铁轨、武器弹药从旧金山和西雅图运到海参崴，然后通过中东铁路运往西伯利亚和欧洲战场。日本造的军需品也通过海参崴中转。码头24小时3班倒，装卸工人们白天黑夜的搬运着铁轨和弹药，那些东西从船上卸下来直接装上火车，连在码头上过夜的时间都没有。电报局的业务量翻了5倍，我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手指间磨出了厚茧铅笔，换了一支又一支。1916年冬天，我从一堆公务电报中译出了一封我本来不应该看到的私人电报。那是一封从莫斯科发往海参崴某地址的电报，地址没有写街道名，只写了一个信箱号码，发信人没有署名，电文是一串数字，不是密码，是数字。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大概10秒钟，然后意识到那不是密码，是代码。每一组数字对应一个字母或一个词，我需要知道对照表才能读懂，但我没有对照表。我把这封电报誊写下来发了出去，然后在副本上画了一个小点，不是标记，是一种没经过大脑的手指动作。画完之后，我就后悔了，我的铅笔在纸上留下的那个点太明显了，我把那一页揉掉了，但我记住了那组数字。那天晚上我回到住处，把那组数字写在了一张纸片上，试着用最简单的替换法去破解，把数字减去它在字母表中的位置。试了半个小时，什么都没试出来。我把纸片烧了，倒在煤炉里，看着它变成灰。我告诉自己，那只是一封普通的密码电报，可能是商业机密，可能是私人通信，可能是任何东西和我无关，也不应该和我有关。但我没有睡着，不是因为好奇心，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在过去的几年中，从一个译电员变成了一个读电报的人。译电员看的是符号，读电报的人看的是符号背后的意思。1917年3月，俄国就立2月，海参崴的冬天还没有结束。我在3月15日傍晚译了一封从彼得格勒发来的电报，电文很短，只有8个字：尼古拉2世退位皇储，放弃继承。我把这8个字写在电报单上，足足写了3遍。第一遍是因为我的手在抖，第二遍是
因为我不相信我的眼睛。第3遍是为了确认我没有译错。那天晚上，扎伊采夫没有回家，他坐在办公室里，没有开灯，我一个人在值班室点了一根蜡烛，烛火在通风口灌进来的风中晃动着，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犹豫要不要跳。我坐在电报机前等了一整夜，机器没有响，彼得格勒的电报线沉默了一整夜。我不知道那沉默意味着什么事，自由还是混乱，是希望还是恐惧。我只知道从今晚开始，俄国不再有沙皇了。海参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除了我和扎伊采夫，还有那个在电报单上签字确认收到这封电报的港务局值班官员。我们3个人是32万海参崴居民中最早知道沙皇不存在了的人，但我们没有人庆祝，没有人哭泣，没有人说一句话。我们只是坐在各自的位置上等天亮。天亮之后，一切照常，港口继续装卸货，雾电报机继续滴滴答答的响，面包房继续烤面包。但一切都不一样了，因为那个从16世纪开始统治俄国的王朝，在2月的一个傍晚，通过一根电线终端消失了。而我作为那根电线的末端，亲手把那8个字从符号变成了语言。那天晚上，我下班后没有回家，我走到了金角湾岸边，坐下来看着海面的冰。冰还没有化一层灰白色的薄冰，覆盖着整个海湾，月光照在冰面上，反射出一种冷到骨头里的白色，像一块巨大的磨砂玻璃。我坐在一块被冰雪覆盖的石头上，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海参崴的港湾风动了，但冰层下面的水还在流。我从口袋里掏出了那支用了多年的铅笔，笔尖已经磨秃了。我没有削它，我把它放回口袋里。人和铅笔一样，用久了总会钝，但还能写字。而那8个字是我写过的最沉重的一行。1917年3月16日，海参崴的报纸转发了退位的消息，整座城市在一种谨慎的沉默中接受了这个消息，没有人上街庆祝，也没有人公开反对。人们站在报栏前，把报纸上的每一个字都读完，然后各自回家。费奥多尔那天晚上来找我，他带了一瓶酒。他说沙皇没有了以后，谁来管铁路？我说不知道。他说你什么都知道，你一天到晚接那么多电报，你怎么会不知道？我说我知道的事情大部分是我不应该知道的。他看了我一眼，倒了2杯酒，一杯推给我。他说那你这杯敬谁？我说敬那些我译过但永远不知道结果的电报。他举起杯碰了一下，没有再问。窗外海参崴的港口在3月末的月光下泛着一层暗淡的银灰色，海风从东边吹来，冰层正在开裂，发出沉闷的碎裂声，像这座城市的骨关节在活动。春天快到了，春天确实到了，但那一年的春天带来的不是温暖，是一列又一列满载伤兵和逃兵的火车从西边开来。他们带来了彼得格勒的消息，莫斯科的消息，基辅的消息，前线崩溃的消息，士兵委员会的消息，苏维埃的消息，布尔什维克的消息。每一个消息都通过电报线的末端传到我的铅笔下，然后我把它写出来，交到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手里。那些消息堆积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像秋天的落叶一样，一层压一层，没有人有时间去清理它们。我后来辞职了，不是我主动辞的，是电报局被军事接管了，我被编入海军通讯部门，继续做同样的事，每天译同样的电报，只不过现在穿上了军装。我没有拒绝，因为拒绝也没有用。1917年10月就立的一天晚上，我坐在新的办公室里，译出了一行字：全俄苏维埃第2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发表演说。我把这行字看了一遍，然后放下了铅笔。窗外海参崴的港口，在我12年前到达这座城市的那个秋天一样安静。冰已经化完了。我决定不再译下去，不是因为害怕，是
因为我已经把这一行字从符号变成了语言，剩下的让别人去做吧。我吹灭了桌上的蜡烛。我所在的军事通讯部门在1918年初解散了，不是被敌人打散的，是自己散的。人走了，机器还在办公室里，只有一半的电报机还有人操作，另一半沉默着，像一排停止跳动的心脏。我没有走，不是因为忠诚，是因为我没有地方可去。海参崴就是我唯一认识的地方了。港口在1918年到1919年间换了多次旗帜，俄国三色旗升上去又降下来，红旗升上去又降下来，日本旗也升过一段时间。外国军队的靴子在斯维特兰斯卡亚大街的石板路上踏过一道又一道新的脚印，覆盖旧的脚印。我不在意重要的电报了，我被分配到民用线路处理私人电报呢，些从海外寄给海参崴居民的问候和思念。1919年冬天，我译了一封从旧金山发往海参崴的电报，收信人是一个俄国女人的名字，发信人署名是你的丈夫。电文写道：我到了美国，在旧金山找到了工作，等我存够了钱就接你过来。我把这封电报誊写清楚发出去的时候，想到了一个问题，这封电报的收信人是否还住在电报上写的那个地址？海参崴在过去3年里搬了家，换了工作，改了名字，消失了的人太多了，但我还是把它发出去了，因为万一他还住在那里呢。1920年春天，我最后一次使用那台旧休斯电报机，我坐在他面前，没有电报需要，一手只放在键盘上，没有按压，机器是安静的，我也是安静的。那台机器在我面前放置了将近10年，我在这10年间通过它读到了一个人的出生，另一个人的死亡，一个王朝的终结和一座城市的沉没。但它只是一台机器而已，它不会记得任何东西。我记得那天我收拾了自己的东西，一支削了半截的铅笔，一块磨秃了橡皮头的橡皮擦，一本翻烂了角的工作记录和一件洗得发白的制服大衣。我走出电报局的门时没有回头看，斯维特兰斯卡亚大街还在，路面上结了冰，路灯亮了一盏，远处的金角湾海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港口的灯塔在远处一闪一闪。我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把手插进口袋里，走进海参崴的冬夜。那年我39岁，我在海参崴待了18年。我译过的电报大约有15万封，但我没有写过一封属于自己的。1922年秋天，海参崴换了最后一次旗帜，红军进城了。我在窗口看到他们列队沿着斯维特兰斯卡亚大街走下来，靴子整齐踏在石板路上，发出整齐的响声，不是外国军队那种带着试探的漫步，而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快步。那天下午，我在街上遇到了费奥多尔，他已经不在机车厂干了，他在码头当装卸工，老了，头发白了，背也弯了一些。他认了我很久才叫出我的名字。我陪他在路边站了一会儿，他指着远处港口的方向说：“那条铁路还在。”我说：“还在。”他说：“那就还能活。”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扛着他的空麻袋朝港口的方向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在人群中消逝，然后我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我没有再找电报相关的工作，我去了一家中国木匠开的家具店当帮工。老板姓赵，说话不多，干活利索。他看了我的手，说我手上有被铅笔磨出来的茧子。我说是。他说：“那你以前不是干这个的？”我说：“不是。”他没有再问，把我留下了。那是我在海参崴的最后一份工作，我又做了4年。1926年春天，一个年轻女人来到店里，她穿着蓝布旗袍，会说俄语。她替她的父亲来订一把桦木椅子。她说她父亲年纪大了，腿不好，需要一把坐上去不累的椅子。我按照当年刘大庄教我的
榫卯结构做了那把椅子做好之后，我亲自送了过去。他父亲坐在窗前，那把椅子放下去的那一刻，他坐上去试了试，点了点头，说了一句话：“好椅子。”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认出他来了。他是1912年春天来电报局档案，是找他哥哥电报记录的那个年轻人。他已经不年轻了，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深了，但他认出了我。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没有说话。他用手在那把椅子的扶手上摸了一遍，他的手上有和我一样的茧子，不是铅笔磨出来的，是时间磨出来的。我鞠了一躬，转身走了。从家具店走回我住处的路上，我经过了大教堂门口，教堂还在，门口有人在卖热红酒，我买了一杯。和很多年前那个圣诞节的傍晚一样，我站在教堂门口，一个人喝着那杯热红酒。但这一次，教堂门内的烛光和门外的雪地之间没有站着两个穿着旧军装的士兵，只有一个穿着旧大衣的老役店员。他喝完那杯酒，把空杯子放在教堂的台阶上，然后把手插进口袋里，走进了海参崴的夜晚。那年夏天，电报局换了一台新机器，没有人知道那台机器是谁换的，也没有人知道那台旧休斯电报机被搬到了哪里。但那些线也许还在，那根从楼顶通向外面的天线杆也许还在，风大的时候还在发出嗡嗡的声音。而海参崴的港口，即使是在最冷的冬天，冰层下面的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下一章第11章，双头鹰的坠落。